狐狸猫与小树蛙正在组装机器人模型，组着组着，狐狸猫觉得很热，便走去打开一旁的电风扇。没想到一打开，一阵风直接就把说明书吹到书架底下了。糟糕了！狐狸猫想要将手伸进书架底下捡，摸了半天却没摸到。小树蛙建议，不然先把书架推开，就能捡到底下的东西了。于是狐狸猫使尽力气地推书架，可是书架却一动也不动。小树蛙告诉狐狸猫，透过磁铁跟绳子来移动柜子的方式，都只是改变作用力的方式，并不会减少移动书柜所需要的力。于是小树蛙帮忙把书架上的书拿下来，再让狐狸猫推推看。这一次，狐狸猫终于推动书架了。捡回说明书之后，狐狸猫边擦汗边问：为什么书架一开始会推不动呀？照理来说，我施力了，书架就应该被我推动呀。小树蛙回答：这是因为当你推书架时，除了你的施力之外，还有另一种力存在，在抵抗你的施力哦。当我们在推物体时，物体底部与地面之间会受到一股平行于接触面的力，阻碍物体滑动。这个力我们称为摩擦力。摩擦力的方向会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。狐狸猫好奇地问：那物体只有在移动的状态下才会产生摩擦力吗？小树蛙摇摇头说：不管物体是处于静止还是移动状态，只要物体有受力，就会有摩擦力产生。如果我们把物体的表面放大来看，会发现原本看似光滑的平面，其实还是有点粗糙且凹凸不平的。当你想推动它，它却静止不动，是因为两个粗糙的平面会像是凹凸铅合一样互相卡住，使得物体的移动受到阻碍。当书架上的物品越多，物体表面与接触面就会越紧密结合，推动时所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比较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书架上的物品变少，两界面之间的结合程度就没那么高，摩擦力较小，就比较容易推动了。狐狸猫听懂了，又说：我记得之前看过，如果将两本书翻开一半后交叉交叠，从左右拉可以简单的拉开，但是如果将同样的两本书一页一页的交叉交叠，往左右拉却拉不开。狐狸猫好奇地问小树蛙：明明都用一样的书，为什么第二种方式就没有办法拉开呢？狐狸猫边想边回答：既然使用一样的书，代表物体没有改变。当两本书翻一半交叠，只有两个接触面产生摩擦力，但是如果将书一页一页的交叉交叠，就会有 N 个接触面产生摩擦力，而摩擦力可以叠加产生合力，所以这时书本所受的合力就很大，导致要拉开书本非常困难。狐狸猫问：所以摩擦力大小会跟接触面积有关咯？小树蛙回答：不是哦，可不要被搞混了。在这里，每个接触面给予的摩擦力都是相同的，只是变成 N 个后，就需要将每个面造成的摩擦力累加，物体所受的合力就会增加。就好比有个重物，每个人都需要出一点力，才有办法拉动重物，但单独看这个摩擦力，量值上是没有增加的哦。狐狸猫听完后，觉得摩擦力只会让它更耗费力气。如果世界上没有摩擦力就太好了。小树蛙赶快解释，其实在某些情况下，摩擦力在生活上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哦。有些时候，我们还需要增加摩擦力呢。因为鞋底的纹路与地面之间会产生摩擦力，我们才能轻易地行走。当鞋底的纹路磨平时，鞋底与地面间就会变得相对光滑，走在积水的地面上就很容易滑倒。
还有筷子前端刻上的纹路，也是运用摩擦力，让我们在夹食物的时候，食物不会一直滑走。而在雪地或是冰面上，这种平面是相对较光滑的。冬天若是要开车上山赏雪，就需要在轮胎上加装雪链，增加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，不然轮胎可是会一直打滑，非常危险的。而生活中确实也有一些需要减少摩擦力来降低负面影响的地方，我们也会做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，像是脚踏车的齿轮与链条需要定时涂抹润滑油，这样才能减少零件在运作时的摩擦，避免损耗过快，并增加机械的耐用程度。而我们也会在滑水道持续洒水，这样才能减少皮肤与滑水道表面的摩擦力，避免溜下时因为摩擦而造成皮肤破皮。所以摩擦力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啊，有时候希望它很大，有时候又希望它越小越好。狐狸猫听着好奇了起来，那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没有摩擦力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这样我们连走路都会有困难，可能你脚一跨就滑出去，停不下来了，甚至连你最爱的篮球，可能一碰篮球就一路滚到108000里外了。狐狸猫听完后不敢置信地站在一旁，嘴里喃喃说着，原来摩擦力还是有帮助的。狐狸猫整理今天学到的内容，摩擦力存在于两接触面间，与运动方向相反，是阻止物体运动的力。摩擦力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用途，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由摩擦力来帮助我们施力，有时候又希望可以减少摩擦力，避免耗损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想一想，有2台相同的车子，分别停在倾斜角度不同的斜坡上，请问车子有没有受到摩擦力作用的影响呢？如果有，哪一个斜坡上作用在车子的摩擦力比较大呢？是比较陡的，还是比较缓的斜坡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次见喽！